今天我要和大家探讨的话题呢，是中国民企的富二代的接班问题。一提到富二代啊，整天开着跑车啊，消费着奢侈品，要有点经历的话呢，跟一些明星打交道，往往媒体上也经常报道一些富二代一些负面消息。但是今天我要说这个富二代，并不是富二代里的纨绔子弟，而是真真正正的怀有一定的雄心壮志，想把的企业做好做大，而且想在个人的履历当中有所建树的这样的富二代。你比方说，咱们下边就会说到这个曾经的亚洲最富的一个女人，这也是份富二代。她的家族企业叫碧桂园，这是全国知名度很高的一家房地产企业。这个人的名字呢叫杨惠妍，他爸爸呢叫杨国强，是原先碧桂园的董事长。现在这个担子呢交到了他女儿肩上。在2005年的时候呢，杨国强就把碧桂园的这个股份呢都转移到自己女儿身上了。当时的市场价值值74亿美元，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杨惠妍是亚洲最富有的女人。那么有人说2005年她接班，那一会儿这个杨惠妍多大呢？24。她是1981年生人，从她挑了这份担子以后呢，碧桂园这个企业呢并没有衰落下去，而且逐步呢在中国很多2、3线城市扩大拿地范围，干的是风生水起。有人说这背后呢，他爸爸依然是没有退，还在帮他。但不管怎么说，20多岁的稚嫩肩膀扛这么大一摊子，你绝不能说这个人是纨绔子弟。好多呀，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创业的富一代，他们的年岁一天天增大了，到了开始给富二代交班的程度了。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虽然说呀这个社会呢，咱们现在职业经理人的概念呢已经深入人心了。每一个做父母的，第一个是都希望自己的家业呢儿女能够承受，这是大多数人的想法。第二个呢，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所造就，把自己的事业传承下去。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呢，中国绝大多数的家族企业、民营企业，他可能在挑选接班人的时候，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儿女。中国家族企业富二代进入接班季，含着金钥匙出生，站在前人肩膀上创业的他们，是否愿意接下事业的接力棒？2012年3月14日，有媒体报道，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于明阳团队对国内182家在各行业排名居前3位的杰出家族企业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让人有些吃惊，82%的富二代不愿意接班。于教授在报告中称，未来10年将是中国民营企业全面改朝换代和面临接班人危机的阶段，而二世企业家所面临的挑战与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报告的内容值得深思，中国优秀民营企业中家族企业的比例很高，那么这些富二代们为什么不愿意接班？是锦衣玉食之后吃不了苦，是瞧不上父辈们辛苦打拼后留下的经验？那么那些已经完成交接班的家族企业里又有着怎样的变化呢？咱们得先说2个是不是成功与不成功的例子，咱都说说。你比方有的交的顺利的，咱们举个典型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说中国民营企业有不少慈善家，一提慈善家有人说那陈光标。陈光标并不算中国民营企业里搞慈善的第一人，真正搞慈善的第一人现在说得上是曹德旺，就是福耀玻璃有限公司那个曹德旺，他把自己绝大多数的股票都捐给了慈善事业。那么曹氏家族呢，这个公司现在的总经理就是他的儿子叫曹辉。交给他儿子以后呢，整个福耀玻璃在原来既定的步骤之下又有了大幅度的发展，净利润是年年增长，而且这曹辉呢也获得了福耀玻璃这个集团上下的认可。他这一点曹德旺他是经历了很长时间考察自己儿子的。曹辉呢是1970年生人，在他的青春期的时候，他就把自个儿弄到哪儿去，就弄到福耀玻璃工厂去。你到工厂去打工锻炼去，就跟工人一块吃一块住，还3班倒。所以这个曹辉呢是吃过苦的，他了解他父亲这个工厂管理的模式啊、运营的机制啊，包括精细化管理、控制成本一条龙这些他都清楚。然后这个曹辉去美国，在国外呢学习管理啊什么的，然后在国外继续创业。也就是说呢，他在了解中国国内状况、了解父辈企业的整个规律的情况下，
又接纳了国外的先进的管理模式。在这两种东西合作的基础上，他爸爸认可这个曹辉确实可以接班，才把他叫回来。曹德旺在老家的半山腰修了一座豪宅，豪宅占地6000多平方米，耗资数千万，金碧辉煌。曹德旺把最好的一套留给了长子曹辉，最好的装修，最好的设计，甚至于超过自己住的那一套。可是曹辉却没有回家住，而是住在公司的宿舍。那么还有一些呢，已经确定了由富二代接班，可是交接的并不怎么成功，现在还在磨合状态当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呢，是重庆宗申集团。我们说宗申掌门人叫左宗申啊，生产摩托车，在国内数一数二的。左宗申只有一个女儿叫左颖，这是个典型的80后。这个左颖呢，一直在美国生活，在迈阿密，在那儿上了高中，在那儿上了大学，在美国结婚，找了个美国丈夫。左宗申就觉得应该让自己的女儿来接班，就苦口婆心的劝左颖到底把她从美国弄回来了。弄回来让左颖呢，在这个宗申集团担任重要位置，先学习。可是左颖待了一段时间，待不惯，半道逃跑，还回美国了。我不干了。他不适应什么？好多不适应。一个是自己这个父亲这个集团里头啊，中国的家族企业和他在美国学的管理那些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他接不上。再他觉得重庆天气天天湿漉漉的阴天，哪如迈阿密阳光沙滩那么自在。另外一个，他看不惯他爹一天到晚就企业这点事儿啊，斤斤计较，事无巨细。这哪能这叫享受人生吗？他爸爸给他下目标，他跟他爸爸讨价还价，说这个事儿我干完了，你得允许我度假半个月去。左宗申都唉声叹气，自个儿家买卖度什么假呢？不好好干。所以这两辈人之间有的时候闹得很不愉快。而且这个左颖呢，对于他爸爸这些管理各方面啊和经营模式、盈利模式也不怎么感冒。他认为应该把这企业做大呢，通过各种金融手段。他理想的就是我在世界各地旅游，旅游过程当中啊，做做股票啊，搞一搞这个PE 投资啊，这些玩这些现代高端的东西。你再从过去工厂啊、推销啊、什么一条龙销售是服务，他认为这没什么意思。而且左颖经常呢在网上呢，他本人长得挺漂亮，个儿也挺高，敢晒自个儿比基尼照片，这一点左宗申就挺头疼。意思咱们做企业的低调一点，你干买卖你可以宣传自个儿企业，个人就不要这么样。所以这我说到这儿您明白了，两辈人典型的这80后和他的父辈观念不一样。所以现在虽然左宗申硬把左颖摁到了这个接班人位置上，应该说双方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磨合期。上海交大提供这份报告里面就提到了，为什么这一代富二代接班接的费劲。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两辈人观念不同，很多富二代一出生锦衣玉食啊，所以他根本无法理解，也无法深入上一辈人的内心世界。他对于上一辈人干的那个从小摊一点点干起，然后推销建厂再什么，这种艰苦创业的过程完全不能想象，所以他也在心里不可能认同富一代那时候的那种管理模式。所以他们往往呢对于股票啊、基金啊、金融啊、融资这些事儿感兴趣，而对于实体经济来讲，他对于父辈这个过程缺乏认同感，所以他不大可能就认同父亲告诉他这些理念呢，他总觉得这东西土，和国外学的东西接不上。可是偏偏呢，好多中国的国情他们又不了解。你像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咱们得从岁数再大一点的，你看现在马上到70的了，杭州娃哈哈集团的老总宗庆后，创业者，他现在就要把这个接班人这个重任交给自己的女儿宗馥莉。可是这两辈人之间这个差异实在太大了。为什么呢？宗庆后白手起家的时候，他女儿根本就不能想象当时的环境。宗庆后一开始是在一个学校里边当校工，后来呢包了一个小营业部，给这学校送冰棍干什么的。这是说起来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那阵宗庆后已经40多岁了。送冰棍他就发现一个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的时候，我记着85、86、87、88，正是计划生育的头一波人进入到中小学学习，尤其是在小学学习。而当时中国呢，
这你看刚有独生子女嘛，一家这么一个当宝似的，而且那阵中国人条件呢比以前好了，开始注重营养了。又有人琢磨这孩子呀，你看食欲不振，营养不好，这一家一个独苗啊，怎么办呢？当时宗庆后就想到，这要做儿童营养液，保准发了。很多人说你别干了，你都这岁数干什么？所以我说你能理解吗？一个47岁的人了，面对人生最后一次机会是什么感觉？所以当时宗庆后啊，七弄八弄弄了点钱，开始开发这个娃哈哈营养液。我相信有不少观众朋友还记得吧，风靡全国的广告。你瞧，这有营养品，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从儿童营养液到矿泉水，到饮料王国，再到成为中国首富，宗庆后用了21年。在这21年间，他每年用200多天奔跑在销售一线，戏称自己是在丈量祖国。他熟悉从生产到流通的每一个程序，甚至于饮料瓶有几条棱，瓶口有几个螺旋，易拉罐外包装的颜色，他都了如指掌。最初的艰难创业让宗庆后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习惯，一个水杯用许多年，不打高尔夫，不参加任何体育休闲运动，独来独往。对于女儿宗馥莉，宗庆后却用了完全不同于自己创业道路的培养办法。宗馥莉的高中和大学阶段都在美国求学。2004年，22岁的宗馥莉学成回国，开始接触娃哈哈集团业务。2005年，宗庆后将女儿放到娃哈哈集团萧山2号基地任职，开始培养女儿接班。到宗馥莉这呢，宗馥莉也是送到国外学习，然后再回来。他想获得父辈这些经验，我们说这得多艰难呢？没有这样过程啊。在国外他学了很多先进管理经验，回来进入到家族企业他不适应。也知道80后很多青年呢，他的工作和生活他是分开的，拼命的工作，拼命的玩。可是在他的上边人眼里看呢，工作起来就排斥生活，所以往往这个方面双方两代人的观念会形成非常尖锐的对立。再加上富二代和富一代有显著不同，富一代往往人脉关系很发达，他知道创业的时候怎么团结周围的人，而富二代的人往往个性很张扬，而且有时候不屑于在人脉关系上下功夫。左宗申就对自己的女儿左颖说，你说话太直，容易得罪人。所以两辈人观念、生活方式、习惯各方面的差异，造成了有雄心壮志想把自己爸爸这摊接过来的孩子，在家族企业里头受到了很多挫折，有的甚至呢对这不感兴趣，我想跑，我不干了，没意思。那么没意思，他们怎么样在这样的环境里创业呢？工厂、设备、销售、积累，这些传统的创业方式为何不受富二代的青睐？是他们的海归背景，是因为他们吃不了苦，还是他们瞧不上这种财富积累方式？股票、期货、投资、资本运作，这些具有高风险的经济行为，为何受到富二代们的偏爱呢？也许在这些富二代心里认为呢，虚拟经济是时髦的，是新潮的，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高级形态。而实体经济，一点点干活，然后垒着工厂销售，这太低端了，太低级了。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我有一个小朋友呢，北大毕业的，搞金融的，他夫人是媒体的，这两个人呢挣了不少钱借着这个股票基金挣些钱，这钱往哪儿投资？他们两个人的爸爸妈妈都是从温州出来做眼镜的。我说你这有钱，你就投到这个行业里呢？结果这俩人共同的撇嘴，眼镜这行那意思什么？跟他们搞股票搞基金不能比，这行太低端。我当时就笑了，我说就冲你们这句话就值1000多个嘴巴。为啥呢？干的是买卖，挣的是钱，只要是合法的生意，你最终赚了钱了，怎么能说股票基金就比眼镜业高呢？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富二代对虚拟经济的这种推崇，一定程度来讲是他们看不上父辈那种谨小慎微呀，一步一步的精打细算的起来，他认为这个过程 out 了，过时了。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个呢都推给富二代的观念上，咱们中国眼下的情况也容易使富二代产生这样的偏差。很多富二代掌握这些手段之后，人家干得很好。你像咱们过去有一个大老板叫鲁冠球，万象集团的，
万象集团现在叫中国资本第一家族，为什么叫资本第一家族呢？鲁冠球的儿子叫卢伟鼎，71年生人，这个人现在掌握着鲁冠球这些产业，他把他的产业好多优势的东西都扩散到了金融领域。你像他拿着资金介入民生保险了入股浙商银行了，反正除了证券人以外，其他那些金融手段，这个集团是搞了个遍，而且获得了很辉煌很璀璨的成绩。那你同样你看香港那个顶级富豪李嘉诚，他的二儿子小巨人李泽楷不也是吗？通过借壳上市种种金融手段超越了他的父辈，做出了李嘉诚当年都不敢想的事情。所以咱们不是排斥金融手段，而是如果一窝蜂都弄这个，那中国的民营企业将来谁传承，这可就岌岌可危了。中国富豪遭遇接班难题，82%富二代不愿接班，辛苦半生积累的财富接力棒应该交到谁手？是职业经理人，还是自家孩子？富二代为什么不愿继承家族产业？老梁观世界为您深度解析飘在半空的富二代。如果你富一代准备要让富二代好好接班的话，你可能从小就得加强对富二代的教育。如果就说你就让他按正常人生活，这种教育没问题。可是呢，你要想把他培养成接班人，眼下按接班人这个方式培养的话，富一代对富二代的教育是存在很大问题。头一个问题就是呢，你从小给自己的下一代塑造出了个特优越的环境，而这个优越环境实际等于把他跟普通人之间隔开了。这个不光是送到国外去，就在国内也是，你上贵族学校干什么呀？这点尤其是体现在80后的富二代。你看刚才我说两个成功的，曹辉是70年生人的，卢伟鼎呢是71年生人的，这两个人起码来说，在他小的时候，他父辈呢还不是说是那么厉害的，他们呢跟普通大众呢孩子都在一块儿，他很了解中国老百姓的需求，所以你把他跟普通人隔开了，贵族式的教育，这个本身就不利于他接班啊，这是很重要一点。第二个，把孩子送出国，送出国有两个毛病。第一个，你是不是使孩子回来接你班？他回来不接地气了，学那些东西有的好高骛远，有的不符合中国实际。另外，你把他送出去了，他很难获得文化认同感。回到国内之后呢，总觉得自个儿身上呢洋气的这东西多，对本土的东西他看不上，就容易在进行创业过程当中跟身边的人发生这样的文化上的割裂纠纷。这一排斥，你还怎么能够团结周围的人，共同为企业盈利呢？再第三个，有的打小给孩子呀培养这个接班人意识，有的就觉得我这孩子呀应该是贵族。你比方说他弹钢琴吹萨克斯，打高尔夫球，学骑马，骑赛马。其实这种方式是培养什么的呢？是培养贵族不假，但是国外那贵族什么，好多人家不做生意人家所谓上流社会就是搞一些外交经营点文化产业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所以你培养他些高尔夫赛马包括品红酒什么这些东西，让他越来越浪漫，兴趣多元化，这个不利于接班。接班的人得什么？越来越专注，甚至我兴趣单一，我在商业上能扎得下去，在经营上能够全神贯注，一门心思下去。我说到这儿呢，有的朋友说，老梁你今天说这期没意思，跟我没关系，又不是民生问题，又不是我感兴趣的，那富二代咋接班我管得着吗？他爹管呗，他家族兴与亡我无所谓我该消费我的，该干嘛干嘛。您说这个不对。中国的市场经济最需要什么？最需要企业家精神。咱们社会有的时候创造财富和使我们每个消费者得到更好的产品质量服务，是要靠这些企业家的。那么假如这些有志向的愿意好好干的富二代都不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式接好富一代的班，把中国的民企发展壮大，那么中国将来的市场经济靠什么维系呢？中国的企业家精神靠什么来确立呢？你要消费产品，你要接受这个社会企业家提供的服务。我也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富二代的接班问题，因为它关乎中国市场经济的明天。在中国喜剧界有那么一句话叫北有郭德纲，南有周立波。那么既然分出南北来了，就说明两个人呢在各自的地域里受欢迎的程度。我在很多领域都有建树。这么当是个领人钱，请你不要调戏我。根据淘宝网发布的数据，北京人更加喜欢郭德纲，而对周立波不怎么感冒，而上海人对两个人的态度
就要相对均衡一些。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淘宝发布的数据呢，是根据在网上购买这2个人音像制品的数字得出的。你看，就拿在北京为例，北京人里边，去年2011年有3478个人购买了跟郭德纲有关的音像产品，而购买周立波相关音像产品的北京人占整个用户的多少呢？0.014%，这个数据就非常非常低了。可是同样的呢，你在上海看呢，买郭德纲音像产品和买周立波音像产品的相对均衡一点。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北京喜欢郭德纲的远远比喜欢周立波的多，而在上海对2个的认同感可能更加接近一点。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首先，假如说我们从买音像制品从听觉上效果来讲，你如果听完郭德纲的东西，你再听周立波的，你就不会觉得周立波搞笑的能耐有多大了。那么你在上海呢，你听完周立波的海派清口，然后你再听郭德纲的相声，你依然觉得郭德纲的东西很独到。说这有的朋友说，怎么他俩谁好谁坏，淘宝网还跟着煽乎？哎，这个不是淘宝网煽乎，是淘宝网最近呢出台了一个有关去年1年2011年的整个的统计数据。这个统计数据就像我们开始说的那样，你比方说网上北京人、上海人，因为淘宝这有时候买东西你是哪儿的用户啊，这个账号什么的能显示出你是北京的、你是上海、你是天津、你武汉的。好，那么这个地方人，我把1年来他买的东西咱做个调查，往往这些数据里能够看出某个地方消费者的一些价值倾向。咱们这样，咱们先看看淘宝网是怎么发布这些数据的。2012年2月，淘宝网对外公布了2011年一系列消费数据，对网购人群的消费习惯进行分析总结，其结果备受关注。数据显示，宁波女性购买服装最为集中，撞衫指数达 2.31%， 即1000个人里面有23个人穿着相同。深圳则堪称节能模范城市，一年人均购买节能灯接近28只。在饮食方面，四川人、重庆人、湖南人都爱吃辣，一直难分高下。不过淘宝有数据表明，湖南长沙人吃辣更胜一筹。透过数据，我们会发现很多好玩有趣的事情，比如浙江人热衷戴表，甘肃人喜欢牛仔裤，四川姑娘喜欢穿裙子，而最爱吃槟榔的居然是远在东北的吉林人。你看这些数据啊，不是说沾上趣味2个字，有人认为就不严肃了，就不准确了，不是那样。为啥？现在网购啊，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每天在中国各大城市之间，大概有800万个包裹来回快递。那么这些数据证明什么问题啊？它恰恰是来自基层的第一手材料，这等于是2011年所有的成交记录的汇总。这恐怕比我们生活当中调查那种抽样调查要准确得多，因为它是一个整体数据，真能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某种消费趋向，反映出消费者的某些价值取向。你看咱们这期的题目叫刨出你的小秘密，什么意思？就往往你买这些东西，你这地方买的多了，不经意间就等于把这个地方人的消费习惯这些秘密给泄露出来了。情人节你怎么过的？飘过。这话还真不假。有些人的情人节真是飘着过的。淘宝机票信息显示，情人节这天飞广州的最多，说明广州的异地恋最多。这些人的情人节就是从一个城市飘到另一个城市，爱情要保鲜，必须异地恋。这恋情的保鲜期怎么着也得有个1万年。最狠的难道是湖北襄阳人吗？反正他们保暖内衣购买力是最高的。谁说地球变暖，我们襄阳人就跟谁急。还有一个有趣数据，单买一条秋裤的大部分是河北和山西，难道其他地方的人是全身怕冷，河北山西的亲们只是下半身怕冷？你比方说啊，有这么一个秘密，江苏的女孩最愿意养猫，说这从哪儿看出来呢？你喜欢养猫还是养狗？来自淘宝的数据，买猫咪用品平均消费最高的是江苏镇江，买狗狗宠物用品平均消费最多的是丽江。有人说，那这能说明什么呢？中国有句话叫女不养狗，男不养猫，就说这猫啊挺像女人，这狗挺像男人。说怎么猫像女人？你看猫比狗干净，猫比狗挑剔，猫比狗更没有安全感，这个和某些女人的天性是很像的。你看这狗
跟主人在一块儿，你去哪儿它去哪儿，哎，你把它放到哪儿它就它大大方方往那一坐一蹲一趴。可猫不是，猫没有安全感，你就是把猫抱起来放到你家里的地中心，这个猫第一感觉是什么？呲溜钻到床底下柜后头藏起来。你看咱们说你这人怎么猫起来了？你猫哪儿去了？就说这个事儿。所以从性情来讲呢，女的可能更愿意养猫，男的更愿意养狗。喜欢养猫还透露出个什么信息来呢？往往意味着休闲，有闲工夫。你如果天天忙得要死，那你也没有多少功夫伺候宠物。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地方买猫粮，江苏人说明养猫多，养猫多说明什么？江苏的女人呢喜欢精致休闲的生活。所以我说你看这个地方买猫粮多，背后往往渗透出这个地方一些价值取向和习惯。你看再有说这宁波人呢最疼老婆，说怎么断定的呢？说宁波的男子用户在淘宝上买东西，大约有 78.3% 的人曾经买过女性的一些用品，衣服啊，平常生活当中用的。你看男用户买这些东西干嘛？那不用问送给女的，那就说明什么？宁波人最疼自个儿老婆，疼自个儿女朋友。所以说呢，网上有人根据这个数据说了，嫁人就嫁宁波男。这宁波男的就跟那个灰太狼似的，这千方百计满足红太狼的需求。可是这个呢，我还真有点地方不能苟同。为什么呢？你说他买这个女性用品就疼自个儿老婆自个儿女朋友吗？你琢磨琢磨，你就知道他买女性用品了，他给谁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所以你说宁波男人最疼老婆，是不是我可以换个说法说宁波男人最花心呢？所以不能必然从这种现象就得出嫁人就嫁宁波男。当然咱这个跟宁波人什么样一点关系没有，咱就事论事来分析这个。咱在这方面看，只能得出他一种取向，他重视异性的感受。这可能有的人你就说东北吧，好多地方大男子主义，可是在浙江我看呢，女性地位相对就高。你比方我到杭州去，我就看到好多这个现象。在这个大街上啊，你总能看着呢，女的挎个小包在前面，嘴里嚼点什么话梅啥的，男的在后边抱着孩子。这种现象你要在东北极少见。你要在东北看男人在后头抱孩子，那女的估计就得扛点大白菜往前走。在浙江就不是这个情况。我在杭州的时候有过那么个场面，让这两口子坐那吃饭，大伙儿这一个桌上，如果这个当老婆的给男的盛汤夹菜，有的浙江人看着不习惯，哎呀，这怎么这样？你是男人你不得主动照顾女人吗？杭州人就有这特点。你看再有说买这个相机，咱们都知道单反相机一般这是挺贵的，有那么句话吗？叫摄影穷三辈儿，单反害一生。就你家里要有人耗上这个呀，哎呦，那可花了钱了。淘宝上显示呢，买单反相机的最多的是哪个地方呢？香港、台湾、上海。那这说明什么？香港、台湾、上海是中国范围内经济最发达的几个地方。他这个地方人有钱，他没钱他买不起。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就说它反映了网购，它也反映了哪个地区的经济发达。而且买单反的呢，一调查这里头年龄构成，发现那可不是说是轻中壮的，说是中年人、青年人我买单反多。相反，老年人50岁以上的倒是买单反相机的主力军。这个说明什么问题？过去咱们好多人玩照相机，那时候穷买不起贵的，现在岁数大了，经济条件好了，买得起了，还玩这个。而有些年轻人呢，玩的东西多，他有的用别的数码产品，不一定喜欢这单反。这也是地域的一些文化特征在里边的一些体现。你看还有一些细小的，说买手机，淘宝上显示呢，北京人呢喜欢安卓系配色，而这个上海人呢更加喜欢苹果。你说这个江苏人呢迷乔布斯的这个买这 iPad、iPhone 啊，这江苏人多了去了。你看这从高科技产品上体现现代年轻人一些观点。你这个说到这个喜欢的上海人，淘宝数据显示洋的名牌在上海最好卖。淘宝上买什么GUCCI、什么 Burberry 之类名牌的，上海人多。这说明什么？上海在中国是最早的开放城市，过去是粮场冒险家乐园。建国以后也是，上海等于是
能够眺望国际的中国大都市，这点它比北京啊什么其他城市要好得多。所以上海人崇尚这个名牌。你看，他从这一点细节上来讲呢，其实它跟我们传统的一些地域文化特征啊，依然有一些骨血相连的关系，能连得上。再有说全国哪儿最有文化，淘宝上显示江苏浙江，为什么呢？江苏浙江占据了淘宝上前10名买书最多的城市。你像2011年，整个江苏全省在淘宝上买书花了多少？花了2亿6千万。这就能看出这个地方人喜欢书。中国历来都是江浙一带，它的文化非常发达。你数一数近现代中国的文化名人，江浙得占了将近1半。这个不是说现在开始的，咱们往前查，两宋时期，那阵江浙一带文化就发达。那时候全国统一科举，科举考试分配名额，将近80%的举子是江浙一带的。所以那时候司马光作为陕西人不干了，得给我们多分点，要不然我们越来越完这个地方啊。而欧阳修坚持考卷公平，都按这一个来。最后这宋朝的皇帝平衡嘛，给陕西多分配这科举名额，然后江南往下压一压。这说明江浙一带自古以来到现在也是它的文风非常盛，文化水平很高，爱书的人多，相应的文明程度那也一定是比其他地方要多多少少高那么一点，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你再看，比方说这个重庆人，尤其重庆女孩更愿意买皮衣皮裤，为什么呢？重庆多美女，身材好，皮衣皮裤显身材。这里边就能看出一些价值取向来。你像说买婴幼儿的衣服，你看一些个妈妈已经做了妈妈的人，她在淘宝上买跟婴幼儿产品最多的就是买婴幼儿的衣服，还有的买婴幼儿奶瓶。你从这个说到吃零食，说吃零食的女的多，男的也有。那看看男性里边买零食的人年龄段都是什么？按正常想，小孩愿意吃零食，不是。在这个淘宝显示的数据呢，男性吃零食年龄段最多的一个是40到40几，一个60岁以上。这60岁以上好理解，说岁数大了带孙子孙女，那给孙子孙女买零食。40到49这岁数的男的最愿意吃零食，怎么理解呢？我想无非俩层面，一个呢，这个岁数人呢，这个挑大梁时候，有的时候心理压力挺大，吃零食解解闷儿是吧？缓解一下心理压力。再一个，这岁数人不少人琢磨身体健康重要啊，我抽了半辈子烟了，我把烟戒了吧。一戒烟嘴上没东西了，我买点零食吧，也可能跟这有关系。所以这是当然咱们一种想象，但你从这些数据里呢，你琢磨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域人、不同工种的人、男女不同性别的人他的心态，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你再看说吃，说这个杭州人最愿意下馆子，为啥呢？你看那上面显示了淘宝数据上，说淘宝上有时候有某个餐馆的优惠券，你会发现杭州人在淘宝上要这个优惠券的是最多的。这一点说实在，我在杭州生活，我是有体会。杭州是个什么城市呢？中档消费的城市。你说这个地方大排档遍地都是，那倒不是。杭州什么店最多？中档消费。比方咱们这个4、5个人吃顿饭，花个300-400块钱、400-500块钱，很正常。人均消费个80、100的，这比较多。所以这个地方人呢，好吃，也会吃。江南这个菜系本身品种也发达，保你口腹之欲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地方好吃体现在什么上？还不光是到饭店呢，茶楼里头，杭州很多茶楼，你进里边多少钱一位，包括一杯茶，剩下你就自助随便吃。有的人在这一待1天，人不点都不走。而且不是说有钱人来吃，那没钱的在这也吃。就这个地方人普遍休闲的感觉强，就你感觉他很会生活，很会安排自己的生活状态。我还记得在杭州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不少杭州男人的理想是什么呢？他用杭州话说，我给你学学，这特别有意思。他说：“哎呀，杭州男人嘛，不要干别的了，就是弄一个小店好了。弄一个小店嘛，这个货老婆管管，老婆卖卖啊。这个我呢就坐在门口，然后放一个桌子，下面一个凳子啊，香烟抽抽，老酒喝喝嘛。然后在这躺着看着满大街这个漂亮的女孩啊，穿什么超短裙的啊。这是杭州男人很多人这种生活习惯。我不求大富大贵，我把我的日子过得好点。其实这不就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吗？说山西人孝顺，怎么看出来呢？
这个淘宝数据上显示呢，30岁以下的山西人，再说年轻人吧，大约100个人里头有7.04个人买了老年用品。你这年轻人买老年用品干嘛？那不用问，那只孝敬爹妈。所以说这点证明山西人孝顺倒是对，因为山西呢，咱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是非常厚的。这不咱们眼看过不2天就清明了吗？清明节怎么来的？寒食节怎么来的？这都跟山西有关。所以从这一点说，山西人孝顺，我认为这也是很正常的，孝道嘛，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还有一个说，山西人呢，在网上买珠宝、买钻石的多。我说到这儿，人就想起那很正常啊，有钱才买钻石啊，珠宝里钻石最贵啊。为啥有钱？山西煤老板多呀，而且煤老板也不在乎，我挣了钱花，悍马一买2台，这也常有的事儿。所以你看这些消费习惯，不仅能看出山西的历史，还能够看出现在山西的发展。你看有这样一个数据，我说出你觉得会很有意思。说全国高校里头啊，北大情圣最多。说怎么北大情圣最多？这怎么查出来呢？有谁敢跟咱北大男生比浪漫？淘宝数据表明，全国高校里面人均购买巧克力、女生香水等礼物最多的就是北大男。看来在制造浪漫和讨美人欢心方面，具有情圣传统的北大男果然名不虚传。说明什么？北大男生比别的高校男生更会哄女孩子欢心，说明北大的情圣多。说到这儿，我有时候就想，看来这是有传统，因为北大历史上情圣就多。北大历史上有个出名的情圣，就是他1952年上任的北大哲学系的主任，叫金岳霖。为什么说他这是大情圣呢？咱们有好多朋友知道那个事儿，就是梁启超先生的公子，叫梁思成，著名的建筑学家、教育学家、美学家。梁思成老婆是谁呢？民国期间非常有名的大美女林徽因。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形成很复杂的感情关系。1928年，梁思成和林徽因结婚，可以说他们是郎才女貌，门第相当。然而，在1931年，在徐志摩的引荐下，哲学家金岳霖认识了林徽因。随着时间推移，金岳霖与林徽因之间逐渐产生了好感。一天，林徽因将自己心里同时爱上了2个人的痛苦坦诚地告诉了自己的丈夫梁思成。梁思成经过一夜无眠、翻来覆去的思想斗争，第二天，他告诉林徽因：“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金岳霖，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后来，林徽因将这些话转述给金岳霖。金岳霖回答：“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1955年，林徽因英年早逝，金岳霖悲痛万分，为林徽因终身未娶。那么根据淘宝上这些趣味数据啊，很多网友呢也发表自己意见，尤其这些网友呢喜欢把这些数据啊和爱情婚姻连到一块儿，使我们看他们的观点的时候呢感到妙趣横生。你比方我们看几位网友的微博，第一位网友是上海的美女啊都喜欢国际名牌，所以娶个上海美女当老婆呀，我怕养不起呀。第二位网友说，我说我身边的姐妹都喜欢找北大男生做男朋友的，原来北大的男生都是情圣。第三位朋友说的更有意思，说浙江地区经济发达都是女人推动的，因为只有女人多花钱才能推动男人多赚钱，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会花钱的女人。你看说的多有意思。所以你看今天呢我给大家说了这么多挺细的啊，这个地方人怎么样，那个从淘宝数据得出来的。有的人说这玩意儿不准呐，这只是个趣味数据。其实我倒觉得淘宝如果每年都能发布这样的数据的话，它就会一年比一年准。为什么？它如果能把中国的消费者好多的都能纳入到这个网购范围当中，那么它提供的数据就对很多商家、很多社会学家具备一定的指导意义。而且这个网购时间长了，这里边总结出的东西容易形成新的风俗。什么叫风俗？这个风啊就是时尚潮流的意思，俗是什么呢？就是定下来的习惯。就如果一旦什么东西能形成风潮了，它再固定下来了，那就是风俗了。通过网购里边这些消费的价值观取向，你能看出这个城市人到底好什么来。所以如果你要拿淘宝这数据呢，假如你是做生意的，拿它来看看我到哪儿卖什么好，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数据。
如果你是搞社会研究的、搞新闻媒体的人，通过这个把它当作管窥中国各个城市这么一个小窗户，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角度。你像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做这期节目，无非是就是想借助淘宝发布的趣味数据来看一看当下中国，尤其当下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爱好，各个地方不同地域的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和标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种无穷的乐趣充斥其间。